13名监管者共严幅调整。首先是小丑的加强，第一条是降低火箭被地图碰撞打断的几率，其次是减少零件在复杂组件位置的生成概率，然后是阻抗的新增效果。火箭冲刺过程中，如果被求生者打断，将会返还此次消耗的零件。然后是火箭冲刺的结束动作，火箭命中木板后的动作时长减少 0.2 秒。命中地图碰撞被打断的动作时长则是减少 0.3 秒。最后是装填零件的消耗时长降低。速散之魂这边，第一条提到求生者被铃铛命中且校准失败时，不可通过切换移动状态或使用个性动作解除受控状态。切换移动状态应该是昆虫学者的上虫，然后缩短了摇铃时长。此外，技能冷却时间从15秒降低到14秒。再下一个是求生者离开镇魂伞覆盖区域后，仍然会受到降低交互以及透视等负面效果，并且影响持续时间从5秒增加到8秒。然后是增加了小白的普攻距离，小黑这边是普攻和蓄力刀距离增加。邦邦这边新增了可以在狂欢之椅放置炸弹的效果，单个炸弹爆炸会增加求生者4秒淘汰进度，首个炸弹放置后会进入25秒倒计时，倒计时10秒之前，单个狂欢之椅可以最多放置5个，倒计时结束时会结算狂欢之椅上的炸弹。该调整让求生者一挂别就保平的收益大大降低，毕竟如果卖掉的话，一挂的玩家将更快被淘汰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如果倒计时结束前被救下，狂欢之椅上的炸弹将会失效。然后是定时炸弹的冷却时间从35秒降低到30秒，施法动画时长降低 0.4 秒。愚人精这边2阶一触即发的冷却时间降低至16秒，所需蓄力时间减少 0.25 秒，优化了位移过程中被障碍物停下的逻辑。破轮这边是放置夹子的冷却时间从5秒降低到4秒，充能时间则是从16秒降低到14秒，另外夹子可以更快到达指定位置。此外，切换形态的冷却时间从7秒降低到5秒。博士这边缩短了跳劈的后摇动作时长，缩短了冲刺的前摇时长，蓄力重击的命中范围的扩散速度增加 20%。鹿头这边是普攻和气球刀的空刀后摇降低 0.3 秒，震荡范围增加 20%。蜘蛛这边优化了放置蛛丝逻辑，增加了蛛丝在高度和宽度的碰撞体积。此外，出2阶后积攒蛛丝的速度更快了。聂西这边是气球刀的攻击判定时间增加，记录员则是优化了高低差的宣读选取判定。然后是小黑屋2名监管者的削弱，喧嚣这边降低了基础移速，攻击前摇从 0.35 秒增加到 0.43 秒，放置的分身冷却时间从12秒增加到14秒，冲刺位移的充能上限数量从3个改成2个。最后还有冲刺的持续时间从1秒降低到 0.8 秒。跛脚羊这边降低了0阶和2阶的愿力恢复速度，略微增加有求生者的狂欢之椅拆出牢笼速度加快的判定范围。再就是跃龙，也就是后撤步的充能时间从20秒增加到24秒，普攻以及蓄力刀距离进行了削弱。最后还有杰克的改动，这个明天会专门做期视频给大家讲解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，我们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